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，来自 Jordan Brand 旗下的球星杰森·塔图姆的第4代签名鞋。Tatum 4麂皮材質的鞋身，全掌酷栩攏 3.0 框架，前掌還額外放置了一塊蘇姆氣墊，單值 42.5 碼的重量在350克左右。雖然不管是外觀、配置還是重量，好像跟上一代都沒什麼太大的变化，但是在實際的穿着體驗方面，這一次的塔圖姆4提升真的非常大。那它在實戰方面的表現究竟如何？接下来就跟着當子的節奏来仔細聊一聊这一双塔图姆4代。在抓地方面，它的表现就是一個正常夠用的水平，比較常規的全掌人字紋，能夠很好的應對各個方向的抓地，紋路之間的空隙控制的也比較合理，在有灰塵的場地上面打球，它的抓地也不會有特別大幅度的下降，只需要時不時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，就能保證腳底下有夠用的抓地力。耐磨也同樣中規中矩，外底的橡膠硬度確實還不錯，在硬度計的測試下能夠達到70以上，但是紋路整體還是偏細偏淺，我還是會更加推薦大家只在室內的木地板上面使用，塑膠地也 OK， 但水泥地的話就盡量不要考慮了。塔圖姆4代給到我們的抗扭可以說是非常恰到好處的那一種，前掌用一塊大氣墊提供給我們在做一些橫移動作時所需的前掌剛性，沒有用任何的硬質板材，在做側向急停或者是後撤步動作的時候，前掌的剛性都不會有任何問題，並且在做到剛性夠用的同時，還非常易於彎折，不管是正常跑動還是做一些變向交叉步動作，它的中底都不會有任何的阻力，不管往哪一個方向彎折都非常輕鬆，中底與雙腳之間能夠一直非常好的貼合住，這也是我個人非常注重的中底所能給到我們的鞋腳一體性。而在中段，它用內外側2塊硬度不錯的 TPU 給到了我們夠用的中段剛性以及足弓支撐。不過它在中底內部應該沒有放置任何的硬質材料進行額外的補強，所以在一些比較極限的角度下，你能明顯感覺到腳底下的球鞋會出現一定的形變。而在發生形變之後，它內側這一塊 TPU 則會出現一點點頂足弓的現象，雖然對於實戰的影響並不是特別大，但是這一點其實可以做得更好。而至於它的穩定性表現並不算特別出色，雖然整一雙鞋的大底造型還算平整，並不是那種特別誇張的弧形大底，但是它並沒有給我們在前掌外側做出任何的防側翻設計，整一個外底的造型也並不算特別的寬大。還有一點非常重要，就是它的中底框架用的是酷栩攏 3.0， 相信穿過使用酷栩攏 3.0 作為中底科技籃球鞋的兄弟們應該都知道，這種材料非常軟，在沒有外部硬質材料限制它形變的時候，確實它能給到我們出色的腳感，但是中底的形變空間確實會有點大，在實戰的過程中，你能明顯感覺到後跟的不穩定，會有點晃，所以這雙鞋對於大家的腳踝力量還是有一定要求的。如果你的腳踝力量並不是特別出色，那就盡量不要去考慮這一個鞋款了。OK， 塔圖姆4代的基礎性能差不多就是這樣。通過前面幾項看下來好像這一次的塔圖姆4代也就那樣，對吧？好像各方面的表現都很普通，都只能做到勉強夠用。就上面的這幾項看下來只能證明這一雙鞋是可以拿來打球的，是可以拿來上一點強度的。就光這一些點，要說這一雙鞋還不錯，那還遠遠不夠。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它的風格化處理，看看它的那些加分項究竟在哪兒。首先，在腳型適配方面，這一次的塔图姆4代用的依舊是一個正常略微偏寬的鞋楦，對於腳型的包容度非常廣，寬腳也可以放心選擇。不過正常腳型或者是窄腳的兄弟們如果你們要去選擇這一雙鞋的話，盡量還是穿稍微厚一點的籃球襪來進行搭配使用，這樣能夠盡可能的得到更好一些的抱握體驗。得益於它柔軟的麂皮鞋面以及合適的內部填充，穿上腳拉緊鞋帶，它所給到我們的包裹感受非常舒適。不過受限於它偏寬的鞋楦前掌的鎖定对于像我這樣的窄腳來說，確實會稍微有那麼一點點的偏寬。在做一些變向動作的時候，雙腳在鞋內會出現一定的位移，還會時不時的出現一點點輕微的頂腳趾現象。但是它中後端的鎖定真的特別出色，完全不會有任何一絲掉跟的感覺。在做一些急加速動作的時候，你能明顯感覺到球鞋的響應速度非常快，非常的跟腳。出色的後跟鎖定，再加上它這一個跟雙腳極
為貼合的中底，這就讓這一雙鞋擁有了十分拔群的鞋腳一體性。抓地、抗扭、穩定性這幾項可以決定一双鞋的實戰下限，而鞋腳一體性則決定了一雙鞋的性能上限。出色的鞋腳一体性讓我們在做动作的时候更加的自如，脚底下的球鞋能一直很好的貼合住我们的双脚。但是因为它的鞋面略微有一些偏软，加上它偏宽的鞋楦，在一些侧向急停的时候，它的鞋面支撑会有点不太够用，鞋面会有点兜不住我们的双脚。虽然它的中底上扳至了鞋面，但是因为 Cushilon 3.0 整体来说会有点偏软，所以对于侧向支撑的提升也比较有限。如果你对于球鞋鞋面支撑的要求会比较高，那塔图姆4代你可能不会喜欢。至于它的中底，可以说是这整一个系列当中体验最出色的。虽然配置没什么变化，但是相比上一代，它的中底减少了外部的 TPU 框架，前掌这一条不同颜色的线条其實跟紅色區域的材質並沒有區別，所以在中底過渡方面沒有了上一代的那種明顯的斷層感。塔圖姆4代的中底過渡非常的絲滑，不管是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，整一個中底的過渡和力傳導都特別順暢，不會有任何一絲斷層感。而 Cushilon 3.0 的中底框架加上前掌大面積的 Zoom 氣墊，讓我們在得到出色腳感的同時，還能擁有不錯的反應性。前掌的氣墊在體感上非常明顯，初上腳就能明顯感覺到前掌氣墊的軟彈。不過在發力蹬地的時候雖然不會有明顯的卸力感，但是力反饋也並不明顯。它的這一個大氣墊不會給到我們特別明顯的推進感。如果你想着哇，它前掌有這麼大一個氣墊，那肯定能夠給到我們非常澎湃的腳感，對吧？如果你是這樣想的，那你就想多了。而它的緩震整體來說還算夠用，但是如果你的體重比較大，打法又相對會比較暴力的話，那在做一些後跟制動動作的時候，可能會出現把後跟踩穿的情況，會有比較明顯的震腳感。但是在正常的起跳落地的時候它的緩震都是沒有問題的，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。塔圖姆4代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B+，這一雙鞋有着頂級的鞋腳一體性，其他各方面的表現也都非常夠用。除了鞋面稍微有那麼一點點偏軟之外，其他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槽點。我大致看了一下現在塔圖姆4代所有已經出來的配色，他們的鞋面好像基本上用的都是麂皮。如果後續能夠有其他鞋面材質的版本出來，鞋面的硬度能夠更高一點，那這一雙鞋的實戰性能一定會更上一層樓。那這一雙鞋會更加適合哪種類型的球員去進行選擇呢？只要你的腳踝力量不差，並不是特別吃鞋面強度的，那這一雙鞋你就可以去選擇。不管你打什麼位置，不管你什麼打法，選擇它你都能得到不錯的實戰體驗。當然相對來說它還是會更加適合打法偏向於外線的球員去進行選擇。現在400左右的價位段，有大氣墊又有出色的實戰表現。如果氣墊是你的剛需，那這一雙塔圖姆4代會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。OK，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亞當球鞋，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大家有空來做。Peace。